大家好，好久不见，新年快乐！我是玉牌屋的小屋玄武，欢迎来到玉牌屋。那今天呢，我要介绍一副新的套牌妙花花。OK， 这副呢主要是靠二鬼碰来进行绿牌抽绿。那基本上呢就是打持久战，主要呢是靠高血量的优势。史拉比的部分呢，在于可以使用它的第一招时间轮转来让自己获得，如果手上没有球类，又或者是平板的话呢，能够使用它的第一招时间轮转来进行场地跟宝可梦的搜索以及加入手牌的部分。那由于这个版本呢，应该说由于实体牌的版本没有期数的关系，所以不太需要怕被干扰，除非它前期就对你进行使用裁判，那也无话可说。甘露赛克特的昆虫加农炮配合大竹葵的繁茂会进行一个很好的 combo。绿牌的部分呢，就是使用支援者配合草碰的特性碧绿之舞来达到抽绿的部分。那我补充一下，由于线上版是 GHIJ 的关系，所以呢我的牌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之后再稍微跟大家建议一下怎么样子调牌。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行实战演练。好，那基本上这副牌呢，必定会抢先攻。那这边呢，我们第一局对打的是土龙弟弟。那在土龙弟弟的话，我基本上我也不太确定对方是什么，能够有机会的话呢，就是胡地。好，总而言之呢，我先把前面的部分的话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副牌很主要的一个伤害来源在于大竹葵的特性繁茂，大竹葵的重要性呢非常的高。如果有办法手上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呢，先做大竹葵是必要的。好，那在手上确认还有能量的情况下呢，我手贴了一回合之后，我就结束回合换对方。那对方下了一只凯西，那我就可以确定他是胡地。那这副牌呢，对于现在的现在环境的小人牌来说，胡地、庆典、黑暗鸦，除了火爆兽以外，这另外3副的小人牌来说，我认为都是算优开的，因为除了黑暗鸦有机会一回合把你的妙花花收掉以外呢，其他大部分是没有办法一回合把你的妙花花给直接收掉的。好，那对方在完成进行铺场了之后呢，轮到我的回合。那既然我手上有森林的情况下呢，好，这边的话呢，我一样就是领手牌直接甩一个莉莉埃出来，然后这边已知在可以进攻的情况下，对面的手牌没有办法达到19张的情况下，怎么样子算他19张呢？那如果我把这个土龙弟弟收掉的话呢，对面的能量会抽4张，然后再加上进化，如果2个都进化，糖果跳33的话呢，6加4 16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达到19张，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秒昏厥我的妙花花的。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直接推上去进行进攻，然后尽量不要让草碰在前面被昏厥掉，因为草碰是这副牌蛮重要的绿牌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那这边呢，也会用到这副牌最重要的一个特性——超级妙花花的日光转移。自己的回合的时候，不限次数可以使用。选择自己场上宝可梦的基本草能量，可以改赋予自己其他的宝可梦身上。好，就如我大概预料中哦，他就算全部抽了，我刚少算了，他把牌出来之后要再减2，对，算数失误。
这边看回放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把手上的草碰下下去。当然了，也是一个考量了，因为我这副牌里面有放极致机的关系，所以你也可以留一个位置不下。这一回合最好的情况下，我其实是会希望拿到满冲啦，但是，在前一回合对手的手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0张的情况下，他场面上是有机会，即便我配合满冲，他还是有机会可以抽到19张，所以我这一手如果有裁判跟满冲的话，还是建议打裁判。好，那他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进攻，因为他刚把超能量贴在后面的虎弟身上，所以我这一回合非常幸运的可以逃过。尤其是我这种大牌打到他这种小人牌的时候，只要空这一回合的话，就是蛮大的幸运。然后再加上我下一回合还有一个裁判可以干扰他的手牌。好，那这边呢，因为我不希望我后排的妙花花上去，然后我有满冲的情况下，我有机会等到满冲过来，所以我选择单价单回超级妙花花，然后继续的把前面那只进化完，可以在配合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进攻。那这边也很好的展示了。在我裁判完之后，获得2颗能量，然后2颗能量呢，配合草碰的特性，我可以达到抽率。就像我最一开始说的，这一副牌很重要的抽率来源来自于草碰的特性。好，那当我做完这些干扰手牌进化之后呢，我就可以继续进行进攻，然后等待我的满冲上手，来达到永续的战力。好，对方在没有办法进行进攻，连续被我2回合干扰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投降了。好，这把来进行的是内战。那由于刚刚对面有摊手牌的关系，我知道这把是内战。一样哦，我们前期尽量叫草碰能够出来进行绿牌的动作，然后我们一样是抢先攻。那内战重点呢，不仅在于说草碰的绿牌，草碰的攻击，草碰在这边来说也是一个主要的战力，因为配合大竹葵的特性反帽，以及对方如果场上也有做大竹葵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能量数都会非常的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手段。反正他等一下不能进化嘛。其实我觉得放水母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放水母是因为现阶段还有赛富豪的关系，但他这样放也是蛮干扰我的，就是我不能随便乱丢。对啊，好险我刚刚没有先丢。我觉得先打掉他这个最好。但是大家都有这个的情况下，就不好说了。要么就是想看他怎么做，看他这一 turn 怎么做。哦，他什么都不能做哎，他没得进化哎，他没得进化哎，那我很削呢。好，那这边因为刚刚绿牌也没有绿出什么东西，
那既然手上有高级球跟场地有活力森林的情况下，那我就可以直接进化妙花花。哇，碎啦！哇，再来！哇，哦，这边运气很好，我不用开平板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做到大竹葵。哇，超神！应该这么说，我只要开一张平板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做出大竹葵，那非常运气非常好。然后这边呢选择的话呢，其实可以上去妙花花直接先抢2奖，把它的草碰打掉，但其实我不太希望这么做。它也不能，它可以干扰我。现在有奇数，因为这个环境有奇数，所以有点麻烦。但如果它是新牌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一手先贴，然后看一下哦，有大菊花。大菊花的情况下，我觉得要做一只大菊花，其实不急啊，但是算了，我是怕被干扰。就像我刚刚说的，草碰在内战中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如果我妙花上去的话，很可能会被它新的草碰放到备战区，然后再配合干扰的情况下，那我会很痛苦。所以我还是先以把它的后排的菊草叶昏厥为目标。好，那你可以看到对方在这一回合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进攻哦。这其实也是这副牌的缺点，就是在于说，如果你的草碰跟你的草能量不够的情况下，因为你必须要靠草碰的特性来去把草能量传到场上，这样才可以最快的进行进攻。那他手上目前应该是没有草能量的，这是这副牌比较尴尬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优先级来说，以这副牌来说，优先级是草碰跟草能是最优先的。再来剩余的大竹葵跟妙花花，只是让你能够战术更流畅的运转。13这个撤掉。这个上来，然后这个转到这里，这个转到这里，这里，不要，哎，怪怪的，这个不要。好，这样吧。然后好，一个在这吧。其实它有这个，所以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拍掉。但是因为现在还有奇数，因为它线上环境有奇数，所以先不要拍3奖。它这个一定要上来顶。如果这个上来顶的话，有机会。你看好险。如果实体版现在没有奇数，所以其实不一定要照我现在这样子打。实际上还是要看盘面。他这一拳打不死我的，所以然后他自己又加倍嘛，所以他这里4颗，这里4颗就已经100了，所以我只要再想办法280的话，280是几颗？14颗呢？14颗要7，1、2、3、4、5、6、7，哎，7了，好像可以了呢。看一下，靠背，汤哦，1、2、3、4、5、6、7，哦，没有，算错了，3、9颗，
5颗、10颗、300，死了，那我赢了。是吧？这样场上加起来是17颗嘛，27，然后他自己也乘，我自己乘50，我这里10颗，他那里4颗，14颗，450，哼，碎啦。好，那这边呢是我这次线上版用的牌组。那线上版的环境呢还在 GHIJ。那如果是实体版的话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3张的巢穴球。那3张巢穴球的话，基本上会改成1张是喵喵，然后1张变回草碰，草碰会变成4张。那再来1张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再多加1张支援者，可以考虑小光，又或者是再放1张满冲。雷吉克洛斯的部分啊，在于是打多龙，因为他的招式对上钛金的时候会再加230的伤害。那配合大竹葵的特性繁茂，很容易的就可以获得4颗能量。那这边说一下，超级大竹葵的话呢，也算是这副牌的一副爆发。比较麻烦的点在于说，它虽然是个爆发，但是会打3奖，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实战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奖励。盖诺塞克特的部分在于说，如果对方节奏已经很慢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它来拖延对方的节奏，让它变得更慢。但可能会因为现在海星很多的情况下，对方会有放泄米来防治，这就是看你要不要投入。但我认为在非速攻牌的情况下，盖诺是一个很强的牌，它可以达到1换2或者是1换1的很好的一张攻击牌。OK， 以上就是这副牌的大致流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我是玉牌屋的小屋 ，Think clear, win like you. This is Blue. I'm Xuan Wu. See you next time.